这么好用的东西，我之前竟然没有用过。没有错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如何使用 eSIM， 就是手机上面的虚拟 SIM 卡。既然已经是虚拟的，所以它是没有实体的。大家可以想象，这解放了多少的限制吗？就是以前出国啊，可能要换当地的 SIM 卡之类的，是不是就要卡针啊？然后你还要好好保管你的 SIM 卡。有时候那张小卡放在你身上，回国的时候还真的是找不到还有在飞机上面很手忙脚乱，你要换 SIM 卡的时候，一个乱流过来，你的 SIM 卡可能就不见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有了 eSIM 这个东西，例如说你出国啊，或者是你在国内跟电信商申请之后，你就不用再担心实体的 SIM 卡你需要去保管或者需要更换。但是它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？有，而且还不少哦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要如何在你的 iPhone 上面使用 eSIM， 还有使用 eSIM 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吧。首先，第一件我们要来讲到的事情呢，就是实体还有虚拟的 SIM 卡是可以同时使用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已经有了实体的 SIM 卡，那你今天要出国呢，就可以直接上网申请 eSIM， 两个是可以同时使用。你不需要拆下你的 SIM 卡，也可以使用当地的网路，而且申请呢非常的简单。而且呢 ，eSIM 是可以同时使用很多个号码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，例如说你在国内想要使用很多间电信商的服务的话，你爱用几间就用几间。这样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今天走到哪边呢，哪一间电信商的网路比较好，你就是可以直接用到最好的网路。好，那使用 eSIM 呢，首先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先确认一下你的手机到底可不可以使用 eSIM。那在 iPhone 的部分呢，只要你是 iPhone XS、iPhone XR 以上的机型都是可以使用的。那如果想要 double check 的话，你可以到设定里面去找到行动服务。里面往下滑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加入 eSIM 的选项，点进去你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我们的 eSIM。不过呢，这边我们要分成两个不同的使用情境哦。第一个是你要跟国内的电信商申请 eSIM， 第二个呢是你今天要出国旅游 eSIM， 这两个申请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哦。那第一个，如果我们要来讲，就是国内电信商，例如说你今天是中华电信，你是台湾大哥大，或者是远传之类的话呢，你就是要先跟你的电信商去做申请。那申请呢，需不需要手续费呢？有些电信商是要的哦。这个部分我们最后呢会讲到这个服务费的部分，因为有些免费，然后有些要收钱，我们等一下一次来讲哦。那这个电信商你申请完之后，你可能会拿到一个 QR code， 这个 QR code 就是在这个页面呢，我们要按这个使用行动条码进来呢，它就会让你去扫这个行动条码。那个 QR code 呢，它就是一个启用的仪式，你就按照电信商他们给的这个步骤，例如说中华电信有这个非常清楚的步骤，你就按照它去启用你的 eSIM 就好了。所以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跟电信商申请的步骤，之后呢再来手机上面启用。再来我们进到第二个情境，就是你今天只是要出国玩，短暂的使用当地的 eSIM 的话，那就会简单非常多。因为呢有非常多家的业者，你可以网络上申请，或者是你直接到 App 里面申请。例如说我在4月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呢，我就是使用 Sally eSIM，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用 Sally eSIM 来示范一下。它今天你就是直接下载这个 App。你进去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非常多的方案，那你就去找你要的那个国家，例如说日本，点进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不同的资费。那它这边也有分，就是你是单个国家，或者是你是整个区域。例如说你今天只是要去例如说丹麦好了，那你就可以只选丹麦，或者是你今天要去欧洲很多个国家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欧洲方案。那欧洲方案你就是很多个国家都可以用，它是算天的，它不管你去几个国家，它只算天数。那里面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价格。那结账购买之后，它就会出现在你这个 App 里面。例如说上面这边就有写欧洲5GB 嘛，那要注意一下呢 ，Sally 它有30天的启用期，也就是说你买了之后呢，你30天内要启用。那这个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需要注意的事情，就是它启用自己本身也是需要网路的，所以呢，我非常推荐你在出国之前你就可以先启用，因为它给你的天数其实都非常的长，例如说欧洲它就给你30天，所以你就可以提前先启用你的这个 eSIM， 或者是你也可以到当地的机场再启用，因为机场是一定会有 WiFi 的嘛，你就是连上当地机场 WiFi 之后再启用也可以。但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就是在台湾就先启用啦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国外你过海关的时候，其实你会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在过海关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会需要你提出一些证明啊什么的，或者是你去那边，例如说日本要入境检核什么的，有时候你要给他看手机里面的东西，那就一定要有网路嘛。那你在过海关的时候不一定可以连到当地机场的 WiFi， 所以就会很紧张。我就会先建议大家先在台湾启用啦。那它启用方式，你就是直接按中间这个安装 eSIM， 那你就点这个安装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它就跳到我们 iPhone 的设定画面，你就选允许。好，然后我们按继续。按完成。那画面上面现在有2支电话哦，那上面那个就是我们国内的号码，它的标签就是主要，然后下面是我们的 eSIM， 你可以点进去编辑这个标签，例如说我可以自己打这个是 eSIM。好，继续。
那这个画面就是我们要设定你要用哪一个号码来当成你的行动数据。那这个部分呢是到当地你才需要去做调整的。行动数据你必须要按E-Sync这个选项，然后下面的允许行动数据切换，你要把它关起来，按继续。这样子就设定完成了，是不是超级快速？那刚刚那个行动数据你要去切换的时候非常简单，你就是在行动数据这边去点不同的号码就可以了。你在台湾就是选你原本的 SIM 卡，然后下一个步骤也是非常重要，就是你在当地的时候你要来切换你的漫游数据。在 E-Sync 这边呢，你要把它的这个漫游打开，确定它有打开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主要就是在台湾使用的这个 SIM 卡呢，你就把它漫游数据关起来，这样子也可以避免你到当地的时候，它不小心开启漫游数据之类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，就是你今天还没有用到这张 E-Sync 的时候，你可以点这个开启子号码，把它关起来。这样子你在台湾的时候还是可以正常使用你的 SIM 卡。那你出国快要下飞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按这个开启子号码，这样你一下飞机就有网路了。所以就这样子就结束了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然后 E-Sync 设定完之后呢，很多人可能会发现你的网路可能连不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会建议你可以重新开机，然后让它跑一下，或者是你可以那个飞行模式让它切换一下，看看它会不会找到网路。那如果还是没有找到网路的话呢，我会推荐你还是进来行动服务这边，把你的 E-Sync 打开。这边呢有一个网路选择的地方，你点进去之后把自动关起来。那你关起来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下面可能有几个电信商可以选，你就每一个去试试看看。之前我用任何 SIM 卡或者是 E-Sync 找不到网络的时候，我都会用这一招，然后都还蛮有用的。然后今天它这个 E-Sync 啊，你到期或者是你数据用完之后，你就是也可以直接移除，就是完全不需要做后续任何的处理。它就是用完就用完了，你就可能就没有网络用，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把 SIM 卡丢掉啊什么的，什么都不需要做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到就是使用 E-Sync 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哦。你知道出国最崩溃的时刻是什么吗？不是行李超重，也不是班机延误，而是你一下飞机之后发现没网路。想要 Google 地图导航没网路，想要叫 Uber 没网路，想发 IG 限动炫耀一下还是没网路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一下飞机立刻就有网路用，而且还比买当地 SIM 卡还要便宜，你相信吗？上个月呢，我去了西班牙玩，然后当我的家人还在担心说要不要买实体 SIM 卡的时候，我的 E-Sync 已经设定好了，超级快速，不用换卡，不用排队，全部都在网络上面完成。一落地就自动连线，尤其 Sally E-Sync 它的联网真的超级简单，连我妈都会用。首先呢，下载 Sally App， 选择你想要去的国家，例如说日本呢，就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。用我专属优惠链接，还可以打85折，比买漫游还要划算。购买之后，直接在手机里面安装 E-Sync， 完全不用换 SIM 卡。最棒的是，如果你像我一样，一次要去西班牙、意大利多个国家，可以买欧洲或是亚洲区域方案，一张 E-Sync 走遍多国，超方便。而且 Sally 涵盖全球190个国家，比传统电信商的漫游还要便宜超多，售后服务也超赞。网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络客服，而且是24小时的中文服务哦。想要像我一样旅行零网络焦虑吗？现在使用苹果 Mate 频道专属优惠码 Apple Mate， 或者是优惠链接 sally.com/Apple Mate 就可以享有15%的折扣哦。优惠链接跟优惠码我放在资讯栏第一行，相信我，你用过E-Sync之后，你再也回不去那种换 SIM 卡的日子了。首先，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E-Sync 它在国内跟电信商申请的话，可能会需要服务费。那每一间电信商的这个服务费的收取方式都不一样。例如说中华电信跟远传，他们是在申请的时候不会收手续费，可是后续你要换手机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跟你收300块，所以这部分是真的要特别注意耶。然后远传大哥大非常特别，就是它虽然第一次你申请的时候需要缴300块的服务费，可是它后续呢1年都会有1次的换机免费的服务。那各家电信商对于E-Sync的收费标准呢，我们做了一个表格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总体而言呢，我个人是觉得出国的时候使用 E-Sync 真的非常的方便，就是这几次出国呢，我都是使用 E-Sync， 然后完全不需要换卡啊，然后到当地直接网络就可以用了。但是如果要提到就是国内我会不会想要使用 E-Sync 啊，目前可能还不太需要，因为我觉得我国内需要换 SIM 卡的频率是真的也没有到很高，就是顶多1年1次。那如果我1年1次可能就要去缴300块，因为我是中华电信，每次换机都要缴300块的话，那就是真的非常的不划算。除非我今天换到台湾大哥大，对我这种1年要换1次手机的人来说，我觉得 E-Sync 可能就不划算，但是出国旅游我觉得就非常可以。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 E-Sync 的想法是什么，或者是你已经用了一阵子，你觉得有什么优缺点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，或者是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提出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